我现在是来到了民勤县三雷镇三桃村，这里有一座高墙大院，看起来十分的雄伟壮观，所以呢，有人把它称作沙漠里的紫禁城。这座地主大院本名呢是叫做瑞安铺，也称作王团铺子，是原国民党地方保安团团长王庆云的私人住宅。离开了滨沟河景区，我就回到武威市区休息了一晚。第二天，我就驾车前往民勤县瑞安铺，距离95公里，需要1个小时30分。这个字我们南方人呢一般是读作宝，但是在这里被读作铺。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入乡随俗，也称作铺。看一下门楼的上方有一块牌匾，瑞气庆云。庆云呢就是它的名字，它的字呢是瑞亭。你看这块牌匾呢就非常有意思了。这一座庄园是建于民国27年，也就是1938年，是整个西北地区保存最完整并且呢独具特色的一座地主大院。现在已经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瑞安铺总共是有前中后3进院落。整座宅院呢是前朝后寝室的格局。这前院原来呢是车夫和仆人居住的地方，左边呢是马厩，右边呢是草料棚。现在右手边的这些房间已经变成了一些展览室了，里面是放置着一些农用具。这个看起来是织布机，这个看起来像是特大号的推车，这个车轮足足有一个成年人的高度了。这就是第2进院落的大门，称作华大门。门楼里面呢是挂着6块牌匾，往上面看一下，这是在1987年的时候民勤县非常有名的书法家们为瑞安铺题写的，中间呢是同修仁德。看一下反过来这一面，爱育桑子，这是徐二瑞先生的作品，他是一名军旅书法家。上面绿色的这一块呢是学而不厌，而这一边呢是壮志凌云，这个字呢写得非常有艺术感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庄园主人的情况他的名字呢是叫做王庆云，生于1892年，是民勤县三雷镇三桃村人。那么包括他在内呢是有兄弟姐妹5个人，他排行老3。当时王庆云和他的兄长王步云都是比较有名气的。王步云是以前民勤县教育局的局长。但是在1929年的时候民勤县呢不幸遭到了马仲英屠城，王步云在保护学校师生的时候惨遭杀害。先人念其有功，就将他的弟弟王庆云录用为老师，不久就推荐为教育局的局长。但是王庆云在职不到2年就辞职了。当时正值国民党骑武师师长马步青初到河西，就急需培植地方势力嘛。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王庆云结识了骑武师军需处的处长李某。后来呢就由李某推荐王庆云认识了马步青，后来呢就被马步青提拔为师参谋。不久后就返回到民勤，任军需采购站的站长和第1行政区区长。后来民勤县也成立了保安团，就由王庆云当这个团长。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王庆云的人生呢就像是开了挂一样了，就修了这座大院。这座大院呢是从1936年的时候开始建，用了2年，38年完工。王庆云一共是有4个儿子3个女儿，现在是分布在新疆、内蒙古、兰州、重庆等地方。那么这里面就是中院了，以前大小掌柜办公起居的地方。这边呢是西厢房，
也就是过去的账房。王庆云的祖辈啊，都是做生意的。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呢就把这块地皮给买下了，并且在河西重镇武威开设了商号。在民前呢还开设有分店，主要呢是经营食盐、茶叶和绸缎。这上面是挂着3个小木牌。南门驿铺啊，就是当时在民前开的车马铺。新盛昌呢是商店，新盛和啊是药店。这个中院里面呢是种着2棵树，这一棵啊是叫做臭椿树，看一下它的树龄啊，约80年，跟房子的年龄呢差不多了。那么这棵臭椿树啊，它有驱赶蚊虫的功效。旁边呢还有一棵大树，树龄呢也是约80年。那么这棵呢是槐树，在民间呢有一句俗话，叫做门前一棵槐，不到3年呢就发财。所以说种植槐树啊，也是主人希望发家致富啊。当然槐树啊还有福禄寿的象征。这种门呢是叫做垂花门，也是第3进院落的大门。这上面呢是挂着一块牌匾啊，写着琅环福地。相传呢是玉皇大帝藏书的地方，但是把这4个字放在瑞安铺里面呢，就是指这一块地方啊是风水宝地，是一个世外桃源。进来之后啊，就可以看到在头顶上呢是有一口天井。整座宅院它是集南北2方的建筑特色为一体，采用的是南方的徽派特色建筑，具有采光、通风、排水的作用。因为徽商啊认为雨水就是财，由4水归集到中心啊，称作4水归堂，也有8方聚财的意思啊。俗话说肥水不流外人田，雨水汇集下来之后呢，就会通过脚底下这个排水孔啊，可以流到周边的田地里。以前这座宅院周围啊，全部都是屋主的土地，大概是有260多亩。之所以这座宅院呢得以保存得那么完整，是跟周围的这些土地有关了。在51年的时候呢，王庆云呢就被镇压了。52年呢，就将周围的这些土地啊，成立了一个国营企业，就是一个农场。所以说瑞安铺啊，就成了农场工人的办公场所和宿舍。后来知青下乡之后啊，这里呢又成为了知青点，所以说在那一段时间呢，这里呢就得以保存完整。这里整座后院呢，它是以中间的中西式客厅呢作为中轴线，它把后院呢是分为东院和西院2部分。那么这个东院呢，就是当时主人一家居住的，这里呢是分布着祠堂、粮仓。这一间就是主人王庆云的寝室。我们打开大门看一下，里面呢是挂着国父孙中山的画像，还有一些条幅。看一下中间这个摆设，这里是放着一面镜子，两边是花瓶，这有什么含义呢？平平静静，就是主人呢希望生活能够平平静静。那么王庆云的房间呢，它是分为大小间，这间是大间，里面呢是有一张很大的炕哦，还有衣柜。看一下这一边呢，就是小间了。那么这个小间呢，是他私人的烟馆啊，就是平时在这里抽大烟，也是他的休息室。他当时在民企呢，也是做了一些公益事业啊，比如说修了一些道路，还有整理河道，还新办了很多座庆云私立小学。夫人刘氏的寝室。那么这一间呢，就是他第3位夫人的卧室了，就是中间一个炕，房间呢比较小。那么由于这里冬天的时候呢比较冷嘛，房间小呢还是有助于保暖。王庆云虽然是娶了3位夫人，但是他并不是同时拥有3位夫人。他娶了第1位夫人之后呢，第3年呢，他第1任夫人呢就病逝了。娶了第2位夫人呢，
生活了1年之后呢，由于性格不合离婚了，所以说才娶了第3位夫人刘氏。这里有一个门，上面呢是写着瑞气营门，看一下这里面呢就是粮仓了。因为在上个世纪30年代啊，是兵荒马乱的时期嘛，粮食呢比金银财宝还重要，所以说就修建在主人卧室的旁边。推开门看一下啊，由于啊在主人卧室的旁边呢是比较容易看管嘛。当然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木箱子啊是后来呢加上去的，以前呢是属于那种土坯垒成的。那么这个粮仓呢，它的底部啊就比较高，可以防潮防老鼠，仓身呢还可以分离，多加少减。上来这上面呢看一下啊，这粮仓啊是很深的，现在下面呢还放着一些玉米梗子，放这么多粮食够一家子啊吃好几年了。这一间就是王室家祠了，在过去呢就是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还有家族议事啊也会在这里进行。整个祠堂啊是仿宫廷式的建筑，采用的是4梁8柱的肩架结构，非常的坚固啊，大部分都是以木结构承重，也就是类似我们现在说的框架结构。墙倒了，房子也不会倒。祠堂左右两边的这些题字啊，都是真迹，这是当时地方乡绅送给王庆云的，主要是恭贺他荣升参谋。这里还有一间叫做姻亲客厅，这是专门修给他的亲家使用的。他们的亲家过来这里做客的时候呢，就使用这个房间了。这里面呢是一间卧室，外面呢就是会客区。位于中轴线上的这间房啊，就非常重要了。这就是过去接待贵宾和商议重大事件的地方。这里面呢是分为中室和西室2间。这间房里面是挂着孙中山的画像。那么房子的中间呢，也是摆放着镜子和花瓶，有着平静的含义。这里呢就是挂着蒋介石的画像，也是有一些条幅。那么这个床啊，我相信是后期摆放上去的。那么作为一个商议重大事件的场所啊，应该不会放有床啊。你看这里呢还放着一个留声机，这个在当时啊还是非常先进的东西了。那么可以直接从中间这个房子呢穿到西院。当时这间西院呢是王庆云啊专门为了他的长嫂修建的，也就是王步云的夫人啊。因为王庆云小的时候呢，母亲呢是过世得比较早，他是由嫂子啊把他给带大，所以说为了报答嫂子的养育之恩，就专门给他修建了一座院子，让他安度晚年。他的嫂子是信佛的嘛，所以说也是给他嫂子啊建了一间佛堂，好让她修心念佛，以便寄托对丈夫的哀思。这里面呢是观音，承先启后。从这个门进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一栋3层的小木楼，这就是整座宅院啊最后面最中间的那个房子了。那么这个房子呢，就是双喜楼和绣楼，是他专门为女儿修建的。1楼啊就是女儿的闺房，2楼呢是出阁前抛绣球的地方，那么3楼啊是学习琴棋书画的地方。过去女子啊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活动范围呢只能在东西2个小院，最多在这间阁楼上看看。现在我们就沿着阶梯往上面看看，这个阶梯一级好高哎，起码都有30厘米了。原来这2边呢是不通的，不过应该可以从这里上去啊。这里还有一条阶梯。
现在2楼抛绣球的地方呢，就是空的了。看一下这里，是有一条暗道。这个暗道是在什么位置呢？就是在高大又厚实的城墙里面。因为这里的城墙啊，它的厚度呢是达到6米宽，高度啊有10来米。那么这条暗道呢，就是过去用来逃生还有藏武器的地方了。暗道的总长度啊是有60米。那么最早的时候，这条暗道呢还可以通往外面啊，还有下面的粮仓，还有望月亭。那么现在下去之后呢，就可以通到最前面那个院子，沿着阶梯继续往城墙上面走。哎呦，这里有点低矮。哇，这上面呢是一个亭子，这里啊是被锁住了，进不去啊。哎，在这里啊就可以通往城墙了。这个阶梯都是木头的，但是城墙呢就是非常厚实的夯土了。这里就可以清楚的看到，这城墙啊就是一层一层夯实的。境由心造，看一下这里面啊。对了，这一间呢就是叫做逍遥亭，在过去啊，就是他们一家子人休闲娱乐的地方。比方说打个麻将啊，听个小曲，看个戏，就会在这个地方了。从逍遥亭过来之后呢，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它的墙体是与房子分开的。主要呢就是为了防止视线没有死角。那么这面墙啊是叫做蓝马墙，也叫做女儿墙。墙面上呢每隔几米啊都是有这种十字形的射击孔。看一下这个射击孔呢有个好处，它可以向上向下，可以向左向右。不过像这么大的射击孔啊也是比较容易暴露自己。这是城墙上的一个哨台，这下面呢就是哨室，上面呢就是哨台了。看一下这里面是有一个平面示意图。刚刚啊我们就是从双喜楼这里上来逍遥宫，然后现在呢是在这个瞭望台这里啊。它整个建筑的占地面积啊是有5600平方米，相当大。它的宽呢是56米，长呢是100米，总共呢是有140多间房。这座庄园呢在建筑方面呢是有2个特点，一个是建筑布局，另一个是建筑形态。整座庄园呢它的建筑形态呢就形似于凤凰单展翅。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中间这个大门呢，就相当于是凤凰的头部。2门、3门以及后面的双喜楼啊，就是
凤凰的脊梁。那么逍遥宫呢，就是凤凰的尾巴了。东西两面，也就是东墙和西墙啊，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啊是有一个望月亭，但是东墙上方啊没有亭子，这边呢是翅膀，这边没有，而且主人呢在东墙这个位置啊还钉上了5根木柱子，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为了压住凤凰的一只翅膀，不让它飞走，让这只美丽的凤凰啊永远留在这里，所以叫做凤凰单展翅。哇，现在太阳非常晒了，站在这个城墙上方啊，好好的往下看一下啊。它这里的屋顶呢有一个特色，别人家的屋顶呢都是用瓦片来去铺嘛，这里呢却是用青砖，看来这个屋顶的防水啊是做得非常好。当时修建这座庄园的时候呢，庄园主人呢也是请了一位非常有名的设计师来设计啊。据说在民国期间呢，民勤县呢就有3位上过京师大学堂，然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建筑系的学生，他当时啊就请了其中1位为他设计和建造了整座庄园，耗资10万大洋，相当于现在的1亿多人民币。这一座就是望月亭了，顾名思义就是赏月的地方。这个房间呢，它是坐西朝东，无论是阳光还是月亮啊，都是先照射到这个房间。看一看这个房间的左侧这个地方啊，那里呢也是有一个暗道的入口。现在往房子的前面看，可以同时看到5楼、门楼和文楼。5楼里面供奉的就是关帝，那么文楼呢供奉的自然就是孔子了。文楼和5楼啊是非常有象征性的建筑，因为王庆云呢当时当过教育局的局长，也当过保安团的团长，既能文也能武，文武双全啊。先看看5楼，非常漂亮啊，下面是4角飞檐，上面呢是6角船尖顶，也是很像武官的头盔啊。建筑结构呢是榫卯结构，没有用钉子。关公在这里啊也是有镇宅的意思。看看这高墙大院，被称作沙漠中的紫禁城啊，非常贴切。这一间就是门楼了，我们从这旁边呢绕过去，看一下这里啊有一块木板，还有一些孔洞。如果说敌人用火攻啊，还可以往这下面泼水。这门楼里面呢是有一幅题字，看一下署名是谁呀？作家莫言，瑞安金宇。继续往前面走呢，就是文楼了。这个文楼呢还是比较大啊，它把这个城墙的位置啊也占用了，所以说要经过这个文楼啊才可以过去。这里面呢就是供奉着孔子像了，万世师表，盛极大成。看一下这个位置，竟然呢还有一个地牢，你看这里写着，哇，这个地牢好高哎，而且这里没有围栏，大家过来参观的时候啊，一定要小心啊，不要一脚踩空，掉进地牢里面去了。因为他是保安团的团长嘛，所以说有些时候呢，一些人啊不听话，或者说犯了错误啊，就关押到地牢里面，让他面壁思过。从这个门出来之后呢，这一边呢就是东边的城墙了。你看那边是望月亭，东边的城墙呢这里是空的。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啊，确实是雄伟壮观啊。现在就可以沿着这条阶梯啊，直接通往以前的那一座马厩。这个东西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它是6边形的石头，用这个木框架还有一条绳子来拉。
难道这个是用来压实土地的吗？这个房间里面呢，还摆放着一台马车呢。按照道理来说，他这个身份呢，在当时呢，应该是配了一台汽车的，但是没有看到汽车啊。中院大门的两边呢，是有这种小的门。那么这个门呢，就是平时他们下人啊出入用的门了，因为尊卑不一样啊，主人呢才可以走正门。这一排啊，就是他们家族丫鬟用的房间了。现在呢，也是摆放着一些农用具。现在这里呢，也相当于啊是一座民俗博物馆了。里面呢，总共是摆放着3000来件民俗文物，像这些瓶瓶罐罐啊，都是属于文物了。哇，这个房间有很重的中药的味道哎，难道是这些老木头啊发出的味道吗？像这个是风箱，就是放在火炉的旁边，就是这样鼓风，风从这里进入到火炉里面。这边还有内容看。那么从这边上去啊，有可能就是那一座望月楼了。这里啊也是有一整排下人用的房间啊，打开看一下，非常的简陋啊，就是一个炕。但是比起大多数普通人家的房间呢，还是要好得多。起码呢还有一些家具呢。不过看得出来啊，像这些墙壁呢是后期啊被重修过，相当平整。院子的中间呢是放着一些水缸，这个在过去啊就是用来当消防作用的，万一起火了，就从水缸里啊舀水来泼。现在走到另一边来了，看一下这里面是什么。啊，一边是城墙，一边是房子。哇，这里面超级暗啊！哇，这是什么地方啊？哦，明白了，这就是城墙内部的暗道啊。这里有个开关，打不开。往这里面走走看。哇，原来这暗道的内部是这个样子的。那这里上面呢是有一个天窗，这条梯子呢应该就是通往上面的逍遥亭了。继续往前面走啊，看看能不能从前面出来。现在借助手机的灯光，这个光线很有限哎。这里有一个小的门呢，这里面是什么房间啊？我还以为是个窗，原来是个门。哦，进来看看。哇，这里有好多酒瓶子，可以从这个房间出来，希望没锁住啊。打开门试一下。锁住了，要原路返回。哇，这么低矮的一个门。这里有个门，看看这里面是什么呀？原来大地主家的厕所啊，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下面呢就是粪坑了。你看这里一间间就是
茅坑了。那这里面呢，就是有几根长的木头或者是石条啊，就是当做如厕的地方。这里面还展览着一些民国时期的钱币，中央银行，还有这种树的钱币啊。这里有一个老鼠笼，捕猎工具。原来就在前院这里啊，就有一口井了，现在是用木盖啊给盖住了。视频的最后，大家可能会对房子主人后面的命运啊感兴趣。那么由于他的身份和他所处的年代啊，他后面所发生的事情呢，我相信大家就可想而知了。